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在天山雪坛的帮助下，成功突破，成为斗宗强者。在成功突破到斗宗的那一刻，萧炎感觉自己体内的灵魂力量变得极为敏感。与此同时，也再度察觉到眉心处药老留下的火印内遗留的淡淡灵魂残印。萧炎突破到斗皇时，便是顺着火印残留的印记，窥探到了关押药老的神秘大殿。只是当时萧炎的灵魂力量并不算强，所以看到的都十分模糊。有了那一次的经验，这次再感应到火印的变化，萧炎当下便将灵魂力量尽数凝聚在一起，然后一头钻进了火印中。一条漆黑的通道诡异地浮现在萧炎眼前，萧炎小心翼翼地凝聚着灵魂力量，飞速地穿梭而过。他的灵魂力量刚刚冲出通道，就感觉一股阴凉的温度袭来。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座通体呈黑灰色、极为压抑的巨殿。在大殿中有不少庞大的黑石柱，石柱之上绘满了诡异的符文，犹如无数只眼睛，阴气森森。另一个方向闪烁着无数个被黑色锁链缠绕的光团，光团内则是一道道紧闭双目的灵魂体。这些灵魂体脖子上都缠绕着锁链，隐隐间萧炎好像看到有什么东西从灵魂体体内传出，而这些锁链的尽头就是那些庞大的黑色诡异石柱。萧炎被眼前这一幕惊得毛骨悚然，魂殿似乎是在用这些灵魂当作养分一般，养着一种未知的东西。震惊过后，萧炎循着火印内的痕迹在大殿游荡。大殿内并没有魂殿的守卫，萧炎在火印的指引下，很快就见到了被锁在光团内、身形有些虚幻的药老。终于在见到药老，萧炎的灵魂力量剧烈的颤抖着。一想到药老这些年受到的苦痛，萧炎极为痛苦。好在他能感应到药老的生机虽然有些萎靡，但并没有太过严重的伤害。沉睡中的药老好像也感受到了萧炎的注视，挣扎了片刻后，逐渐睁开了双眼。睁开双眼的药老目光呆呆地望着面前的虚空，身体忍不住颤抖了起来。见到药老的样子，萧炎终于忍不住化为虚幻的身影，凭空对着药老跪了下来，用嘶哑的声音说：“老师，弟子不孝。”药老看着萧炎，双眼湿润，说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了，能收他做弟子是他药尘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情。萧炎让药老放心，自己会尽快来救他。但他的话音刚落，发现萧炎踪迹的魂殿尊者就诡异的浮现。在认出萧炎的身份后，魂殿尊者说，萧炎虽然比当年强了不少，但还远远不够。萧炎眼带疯狂地说，下次来时自己会将药老这些年受的苦尽数奉还。说完，萧炎的这道灵魂之力就在魂殿尊者的攻击下湮灭。药老隐隐觉得萧炎下次再出现时便不再是灵魂之力，而是他的本尊。天空中一直没有动静的萧炎也终于睁开了他的双眼。萧炎压下心中翻腾的杀意，打定主意等这里的事情结束后就去风雷阁找风尊者。有了风尊者的帮忙，才能尽快将药老解救出来。萧炎感觉自己现在的实力在天山雪坛的帮助下稳定在了一星斗宗。看萧炎终于有了动静，金石和金谷上前恭喜萧炎。一番寒暄之后，萧炎也开始办正事，准备为金石去除他体内的天山火毒。金石说，萧炎若是能将他体内火毒去除，噬金属族将会视他为一辈子的朋友。而且因为噬金属族成员非常多，对于各种情报知道的也不少，算是魔兽界中的白晓生。听到金石的话，萧炎心中一动，向他打听起了古族。金石告诉萧炎，放眼整个中州，即便是魂殿、丹塔或者是魔兽界的三大远古家族，对于古族都是有着相当大的忌惮。古族是从远古遗传而下，据传拥有着斗帝血脉的一族，拥有斗帝血脉的后人在修炼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，一些运气好的人还能从血脉中继承到一些斗帝的能力。这种拥有斗帝血脉的种族对外人十分排斥，而且族内强者如云。中州东域基本都是古族的附庸，不过古族人并不居住在那儿，而是居住在由斗圣强者构建出来的古界中。金石知道的关于古族的消息也就这些了。虽然古族听起来十分强，但为了薰儿，即便是刀山火海，萧炎也要去闯一闯。萧炎花了几天的时间将金石体内的火毒去除，顺便还研究了一下自己体内的魔毒斑。萧炎胸口处小医仙下的封印符文已经有些淡化了。萧炎隐隐感觉现在的自己对魔毒斑已经不像之前那样毫无抵抗之力。他操控异火放出了一点点魔毒斑，之后利用琉璃炼心火将这些魔毒斑炼化成斗气。一夜过去，萧炎发现魔毒斑带来的效果，即便是一些七品丹药也比不上。如果能将魔毒斑完全化解，萧炎相信自己的实力会再次上升，起码能够一跃达到3星斗宗的层次。另
另一天，萧炎就向金石告别，准备前往风雷东阁寻找风尊者。风雷东阁坐落在北域靠近中州中央区域的边界风雷山脉内，以萧炎如今斗宗的实力，想要过去也要花上5天左右的时间。四方阁大会由大陆4阁举办，比的并不是老一辈的强者，而是年轻一辈的新鲜血液，而且参与的人员也并不限于四方阁的人，所以这段时间的风雷山脉，无数的年轻强者从四面八方赶来。萧炎到达风雷山脉，将容貌略作改变后才进入其中，因为四方阁大会的缘故，整个风雷东阁都被纳入了巡查中。萧炎老老实实的在山脚下排队等候，食道前有近100名风雷阁弟子把守，为首的正是当初萧炎在凤青儿身边见过的2位斗宗强者。这2位老者守在这里，是为了对参赛者进行筛选。好在上山的人如果只是来看看热闹的话，并不用通过他们的审核。萧炎只是来找风尊者的，并没有兴趣在风雷阁出手，万一被认出来，肯定少不了一番麻烦。萧炎顺着人流往左边那条不用审核的食道而去，但他刚踏上食道，就被2位长老中的火长老叫住。火长老看萧炎似乎是达到了参加的资格，他很好奇萧炎为何不去试试。萧炎嘶哑着声音说自己对大会并没有什么兴趣，只是来此寻人而已。萧炎的话让周围的人都觉得他有点嚣张，但好在火长老并没有再找麻烦，让萧炎顺利的进去了。萧炎顺利抵达山顶之后，找了个银色巨木飞身而上，借助着良好的视野，萧炎能看到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一片巨大的广场。随着大会即将开始，风雷阁的雷尊者带着其他3位阁主现身。风雷阁的人到齐后，万剑阁的剑尊者以及黄泉阁的黄泉尊者也陆续到场，压轴的则是萧炎心心念念的风尊者。随着4位尊者的入场，四方阁大会也正式开始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